自2025年夏天以来，一则震撼军事圈与舆论界的消息在流传：英国皇家海军可能将其双舰岛设计的超级航空母舰出售给台湾。这一传闻令许多台湾民众与军事爱好者感到兴奋，认为台湾海军或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大突破。然而，也有人质疑此消息的真实性与可行性，担心航母对台湾而言成为沉重负担。本报告将综合最新消息与各方观点，详尽剖析这项传闻背后的来龙去脉及其可能引发的影响。关于英国有意出售超级航母给台湾的消息，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初英国媒体的一则报道。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爆料称，由于国防经费紧张，英国皇家海军正在考虑一个颇具争议的方案，将旗下的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威尔士亲王号长期封存，或者干脆出售给盟国。报道指出，这艘耗资巨额打造的最新航母因维护成本高昂，英国财政难以负担，可能不得不忍痛释出。每日邮报的消息透露，此舰建造成本高达数十亿英镑，但由于预算压力，英国海军高层不得不考虑截肢选项，包括让威尔士亲王号提前退役或转让他国。针对上述爆料，英国国防部与皇家海军发言人随即在2024年3月予以否认，强调相关说法绝对不正确。英国仍完全致力于操作两艘航母。虽然官方澄清了当时的传闻，但英国维持双航母舰队的财政困境已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早在2010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中就曾提出英国仅需一艘航母遂行战略任务的结论，并首次暗示如果资金不足，建议在建的第二艘航母要么封存节约经费，要么出售给盟友。当时点名的潜在买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英国传统盟友。然而年代更迭，此建议并未真正付诸实行。威尔士亲王号最终还是完成建造并服役。时间进入2025年，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紧张和台海议题升温，上述关于航母出售的旧闻开始出现新的版本。今年7月间，多家华文媒体和网络频道爆出英国点名台湾为潜在买家，有意以优惠价格出售双舰岛超级航母给台湾的消息。有评论以兴奋口吻称，英国把台湾海军当成最大买家，网民热血沸腾，机会终于来了，甚至声称英方透露愿意以超低价20亿转让航母。虽然此类叙述带有明显的渲染色彩，但足见此传闻已在华人世界引发强烈关注。许多台湾网友惊呼，这将使台湾海军战力暴增，一举组建东亚第一支航母打击群。也有人半信半疑，认为天上掉航母未免太过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传闻中提到，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曾明确表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其实源于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在2023年8月通过的一份对华政策报告。该报告破天荒地称，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名称为中华民国，并呼吁英国政府加强与台湾合作，共同抗衡来自中国的威胁。英国国会如此友台的立场，象征着英台关系近年显著升温。因此，有观点推测，既然英国国会报告都承认台湾主权，英国若有多余的航母资产，或真有可能考虑交由台湾使用，以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尽管这样的联想尚属推论，但它为航母售台传闻提供了某种政治合理性背景。总的来说，英国航母拟售台湾目前仍停留在消息传闻和民间讨论阶段，英国官方未曾公开证实有此计划，台湾政府和国防部门也没有透露接获相关提议。然而，这则消息之所以引发高度兴趣，正是因为它结合了英国军事预算现实、台海安全局势升温以及台英关系拉近等多重因素，看似捕风捉影，却又并非全无可能。接下来，我们将从航母本身的技术与性能谈起，分析台湾若真获得这样一艘现代化航母，会意味着什么。所谓双舰岛超级航母，特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独特的外观与设计。伊丽莎白女王级是英国皇家海军在21世纪打造的新一代主力舰队航母，
其最大的特征之一便是采用了世界首创的双舰岛布局。一般航母的舰岛只有一座，而英国人另辟蹊径，将舰岛一分为二，前后错开，设置在飞行甲板右侧，一前一后两座小型舰岛，分别负责不同功能。前方舰岛主要用于航行操纵，后方舰岛则专注航空管制。这种双舰岛设计带来数项优势。首先，分离舰岛让每座舰岛的体积和高度减小，可降低对飞行甲板上气流的干扰，利于舰载机起降。其次，航海与航空指挥各司其职，提高运作效率。同时，在一座舰岛受损时，另一座仍可备援，增强战场生存力。最后，分散重量也有助于航母稳定性。如今，双舰岛概念开始引起其他国家关注，一些新一代航母设计也打算仿效。除了外形显眼的双舰岛，英国这级航母在技术上还有多项创新。满载排水量约65000吨，全长约280米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被英国称作超级航母。虽然其吨位不及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但已是二战后英国建造过的最大军舰，也是除美军之外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之一。该级舰弃用了传统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装置，改采 STOVL 构型，舰首建有一段斜向上翘的滑跳甲板，以辅助舰载机短距冲刺升空。由于没有复杂的蒸汽、电磁弹射器和拦阻索，航母结构相对简化，造价和维护成本也相对降低。但相应地，它只能搭载能垂直短距起降的特殊舰载机。目前 F-35B 闪电 II 战斗机正是为这种航母量身打造的主力舰载机型。F-35B 是美国最新一代隐形逆踪战机 F-35的垂直起降版本，利用其升力风扇和可转向喷嘴，可以在短距离内起飞并进行垂直降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设计时即围绕 F-35B 进行配置。官方宣称，每艘航母最多可携载约36架 F-35B 战机，再加上各型直升机，例如用于预警的梅林直升机或用于反潜的直升机等。如此搭配，使其整体战力远胜于英国上一代只能载10数架海鸥垂直起降喷射机的小型航母。同时，英军评估显示，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舰载机出勤架次率比法国的戴高乐号核航母还高出许多，展现出不俗的作战效率。在动力系统方面，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了全电驱动综合电力推进，舰上有2台罗罗公司生产的 MT-30 大型燃气涡轮机和柴油发电机组共同发电，再驱动电动马达推进航母航行。这是全球首款采用全电推进的大型航母，其优点在于能源分配灵活，可随需求将电力分配给推进、雷达、电子战等不同系统。电动马达操作响应快且安静震动小，有利于降低航行噪音，提升反潜作战能力，维修保养相对简化等。伊丽莎白女王级最高航速约在25节上下，日常巡航由电力推进，确保经济的燃油效率。威尔士亲王号作为该级的第2艘舰，2019年下水，2021年正式加入皇家海军服役。然而，他在短暂服役中屡遭不顺。2022年8月曾发生严重机械故障，一侧传动轴连轴器断裂，导致螺旋桨受损，不得不终止远航参演计划返厂维修，维修耗时近1年之久。今年年初，由于第1艘伊丽莎白女王号检查出螺旋桨轴组件问题，需要进屋保养，威尔士亲王号又临危受命，顶替姊妹舰参与北约坚定防卫者大型演习。英国军迷戏称，我们现在是拿2艘航母轮流当1艘用，可见在现实操作中，同时维持2艘巨型航母的高效服役，对英国而言挑战不小。综上，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作为双舰岛超级航母，拥有高度先进和独特的技术设计，能为拥有国提供强大的远洋作战能力。然而，威尔士亲王号的命运却因预算和运维问题而未卜，正因如此，它才会被传出有可能出售他国。对台湾而言，如果真能接手这样一艘现代化航母，意味着将拥有东亚地区除中国大陆之外最强大的海上武器平台。但航母本身只是作战系统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台湾是否有能力运用和配套。下一节，
我们将检视台湾海军当前状况与对航母的实际需求。台湾海军长期以来以防御近海、反制解放军登岛为主要使命，从未拥有过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远洋攻势武器。观察台湾海军现有舰队结构，可见其主力舰艇多以驱逐舰、巡防舰等中小型水面舰为主。驱逐舰目前最具战力的是4艘济德级驱逐舰，这些舰艇原为美国海军于1980年代建造，后来转售台湾。基隆级排水量约9600吨，配备标准2型防空飞弹和哈尔滨反舰飞弹，是台湾少数具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但无论吨位还是雷达战力，都远不能与现代航母护航舰相比。巡防舰包括大约8艘成功级巡防舰，以及少量更老旧的济阳级巡防舰，成功级约4000吨级，装备有中程防空飞弹和反舰、反潜武器，主要担负近海巡弋和护渔任务。在区域防空和远海作战上能力有限。前舰台湾现役有2艘老旧的海龙级柴电潜艇，以及2艘更老的二战时期舰改良潜艇做训练用途。台湾正推动国造前舰计划，首艘自主建造的潜艇预计在2025年前后下水，但据形成战力尚需时间。快速导弹艇为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近年台湾建造了多艘沱江级逆踪高速导弹巡逻舰，这种500吨上下的双船体飞弹快艇，载有雄风23型反舰飞弹，被寄望以小制大，在近岸布防时威胁大型敌舰，但其航程与耐海性不及大舰，无法执行远洋任务。两栖与后勤舰艇，台湾拥有数艘坦克登陆舰，另在2022年下水了新造的玉山舰，这是一艘两栖船坞运输舰，可搭载两栖登陆部队并起降直升机。玉山舰排水量约1万多吨，是台湾目前最大的自制军舰，但它并非专职航空母舰，充其量可做有限的直升机平台，不具备固定翼舰载机运作能力。总体而言，台湾海军现有战力主要着眼于沿岸防御与近海制海，并没有发展远洋攻势力量的充分经验或装备。过去几十年里，台湾的防务思路偏向防卫固守、有效下阻，强调以飞弹、潜艇、机动雷达等非对称手段来抵消对岸庞大的军力。美国等盟友近年也多次建议台湾采取刺猬战略，投入资源在防空飞弹、反舰飞弹、水雷、无人机等项目，而非传统的大型作战舰艇。在此背景下，一艘动辄6万多吨的超级航母对台湾海军而言可谓从无到有的巨变。如果台湾真获得英国航母，将如何影响其军力？我们可以从机会与挑战两方面来看。潜在的战力提升，拥有航母最直观的好处是台湾将首度具备远程海空投射力量。以往台海若发生冲突，台湾的空中力量只能依靠本岛基地起飞，活动半径受限，海军水面舰队缺乏制空权，难以在台海以外远域行动。如果有了航母，台湾可将舰在战机前推到海上，在更远距离上空建立空优，例如在东海、巴士海峡甚至南海，航母编队都可巡弋展现存在，护卫海上交通线。尤其一旦台湾本岛机场遭受打击或封锁，一艘航母相当于一座可机动的海上机场，为防卫作战增添韧性。此外，航母若搭载预警直升机和反潜直升机，还能加强台湾的海上预警探测与反潜作战能力，对于应对解放军前舰威胁、监视其舰队动向都大有帮助。平时则可作为外交和人道用途，例如远赴国外参与救灾任务或亲善访问，提高台湾国际能见度。拥有航母无疑也将极大振奋台湾民心士气，象征台湾防务升级到了新的层次。现实的困难与隐忧，然而反观挑战面，航母毕竟是庞大而复杂的作战系统，台湾要真正运用好，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首先是舰载机来源，英国航母采 STOVL 模式，需要 F-35B 或类似的垂直起降战机才能发挥最大战力。台湾目前并无此类战机，美国也尚未同意出售 F-35系列给台湾。如果买了航母却没有舰载机可用，充其量只能起降直升机，成为一艘巨大的直升机母舰或两栖攻击舰，战力大打折扣。理论上，台湾可改装让航母搭载本身的幻象2000或 F-16战机，
但这些飞机都无法在短距离内起飞降落，硬降恐怕有去无回。因此，舰载战机取得是关键门槛，除非美国改变政策允许 F-35B 进入台湾，否则航母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其次是操作维护能力，航母是当今最复杂的武器平台之一，甲板调度、弹药补给、机库维修、舰员培训，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经验。台湾海军从未操作过固定翼舰载机，更没有现成的舰载机飞行员培养体系。即使航母今日交付，台湾恐怕需要数年时间，在国外协助下，才能训练出足够熟练的舰载机飞行员和甲板运作人员。在此期间，航母战力是趋近于零的，而且航母日常维护保养也极烧钱，船体、引擎、电子设备、甲板，每年维持费用可能数亿美元以上。台湾的造船工业与后勤体系能否承担一艘超大军舰的维修？航母上许多零组件和材料都专门而昂贵，需要长期供应链支持，这对台湾财政与工业体系都是不小考验。再次，战术定位与存活性问题，以台海可能面临的高强度冲突来看，一艘航母能在多大程度上幸存并发挥作用？解放军目前部署了大量的反舰弹道飞弹、前舰鱼雷以及强大的空军火力，一艘航母编队若接近台湾周边，极可能成为对方优先攻击目标。在没有美日盟军强大支援下，台湾单凭自身有限的几艘旧型驱逐舰和防空系统，很难为航母提供铜墙铁壁般的保护。一枚突防的高速飞弹就足以重创甚至击沉航母，造成重大人员与心理损失。这也是为何有批评者戏称，航母对台湾而言，可能沦为落漂浮的靶标率或死漂浮的棺材率。此外，若台湾将大量国防预算投向维护航母，是否会挤压其他重要战备？毕竟航母只是单一大型平台，敌人完全可以选择绕过航母，直接对台湾本岛进行导弹齐射和封锁。因此，一些战略专家认为，航母对台湾的防卫效益不如投资更多防空反舰飞弹实在。综合而言，引进航母对台湾海军是双刃剑，它象征着质的飞跃，但也伴随高昂的代价与风险。在当前台海军力悬殊的态势下，航母或许无法改变根本战略平衡，但若运用得当，也能增加台湾抗衡的筹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台湾能获得配套的舰载机与技术支援。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涉及的台英军事合作可能性。如果英国真有意将航母出售给台湾，这将是一项前所未见的防务合作举措，势必需要台英双方紧密协作才能成局。让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台英可能展开的军事合作。一、人员训练与技术转移。英国拥有丰富的航母运营经验，如果航母售台成真，英国很可能在初期派出顾问团或教官团，协助训练台湾的舰员和飞行员。台湾海军人员或许需要先赴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实习，学习航母导航、甲板调度、舰载机维修等技术。英国也可能提供模拟训练设备、操作手册等软件支援。这种深度培训将是台湾有效掌握航母的关键。此外，航母上大量装备为英国或欧洲制造，英方需移转相关维修保养技术给台湾，培养本地工程师队伍，甚至不排除英国招揽退役的航母技师、飞行教官，短期契约赴台指导。二、武器装备供应。航母本体之外，周边配套武器与舰载机也需考虑。英国或许无法直接提供美国制的 F-35B 战机，但可在其他领域伸出援手。例如，若台湾要为航母建立舰队防空能力，英国有先进的舰载防空飞弹和声纳反潜装备，可以透过军售或技术合作形式提供。再如，英国可向台湾出售新型护卫舰或巡防舰，以充实航母护航阵容。英国26型城市级护卫舰是顶尖的反潜防空平台，若台湾有意，英国造船厂可能乐于承接订单。甚至退一步说，英国若决心协助台湾打造航母战斗群，或许会打包提供二手的协同舰艇，例如退役的补给舰、驱逐舰等，供台湾使用。当然，这需要克服层层外交限制，但在军事合作想象空间上并非不可能。三、联合演习与情报共享。拥有航母将使台湾有机会参与更高层级的海上联合演训，
虽然台湾不是英国的条约盟国，但双方可透过非正式多边机制进行合作演习。例如，英国近年推动印太倾斜战略，其航母打击群曾来亚太巡航。如果台湾有了航母，可以考虑在公海上与英国舰队进行海上战术演练、通讯对接、灾难救援演习等。这不仅有助台湾累积航母运用经验，也向区域展示一种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同时，在情报领域，英国作为五眼联盟成员，拥有强大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未来英国或会加强与台湾的情报交流，尤其在解放军、海空动态、网络威胁等方面，协助台湾提高预警能力。尽管这类合作多半私下进行，但一旦共同操作过大型舰队，其信任度和默契都会提升，情报分享水到渠成。4. 政治与外交支持。英国若军售航母给台湾，不仅意味着军事合作，背后更是重大的政治表态。毕竟如此敏感的军售势必引发北京强烈反弹，这意味着英国准备承担外交压力，进一步与台湾站在一起。对台湾而言，则等同获得除美国之外最有分量的欧洲伙伴。未来在国际场合，英国可能更明确为台湾发声，或推动 G7、北约提出更有台的声明。台英关系也将不再局限于经贸、教育等民间层面，而是进入半官方安全合作的新阶段。这种合作甚至可能扩大到包括网络安全、防务产业合作等领域，打造台英之间更全面的伙伴关系。当然，必须指出，目前台湾与英国并无正式外交关系，一切军事合作都得低调处理。在过去，英国出于对中国大陆的顾忌，对台军售非常有限，因此若真启动航母售台，两国需要克服法律和外交上的许多障碍。例如，英国可能需修改对台武器出口的内规，台湾方面也需保密协调，避免消息提前曝光，引发各种变数。然而，一旦这扇门打开，将为台湾拓展军事国际合作创下先例，也给其他欧美国家做出示范。挺台湾不只停留在口头声援，也可以有实质行动。从纯军事战略角度审视，若台湾拥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对台海两岸和区域军力平衡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台海威慑力的改变。传统上，台湾在军力上处于守势，一直着重于自我防御，无力对大陆腹地形成有效威慑。如果航母投入运营，台湾理论上具备了有限的反制、反击能力。例如，航母舰载机可在冲突中深入第一岛链外，攻击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舰艇补给线，甚至威胁其远洋舰队，迫使解放军分散兵力，顾及来自侧翼或后方的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的难度和风险，达到延伸威慑效果。此外，战时台湾航母若撤至东部外海，与美日航母力量汇合，将形成更强大的联合舰队战力，对解放军登岛部队或封锁舰队进行夹击。尽管台湾单独一艘航母不足以左右战局，但和盟军配合使用时，可提升联合作战灵活性。防御纵深的拓展。台湾长期面临飞弹威胁和制空权挑战，本岛机场和港口都在解放军火力覆盖范围内。一艘航母为台湾提供了机动防御纵深。和平时期，航母可以在远海巡弋，监看解放军动态并适时展示武力，无需全部兵力都困守在台湾本岛。危机时刻，航母可将珍贵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前移或后撤，让台湾的防御圈弹性扩大。例如，当解放军采取灰色地带行动，骚扰离岛或封锁航线，台湾航母编队能前往该区驱离，增强局部制海制空权，而无需动用本土的基地资源。这种前沿部署能力有助于抢占战略先机，让台湾防务不再只是被动等敌登门。心理战与象征意义。军事装备往往也具备心理战作用。台湾若有航母，对解放军官兵心理将产生微妙影响。原本以压倒性优势自诩的解放军，突然发现对手出现一艘大型航母，不得不重新评估战术。即便这艘航母战力有限，单单其存在就打破长久以来中国拥有航母，台湾完全没有的局面。对台湾民众和官兵而言，航母更是士气强心针，显示台湾得到国际实质支持，不再孤军奋战。
这种象征意义也许难以量化，但在战争意志的较量中非常关键。对作战理念的冲击，拥有航母可能促使台湾军方调整长期的作战理念和编组。过去台湾军队主要思考如何在本岛纵深抗击敌军，现在则要学习远洋舰队协同与攻防。海空军之间的联合作战需要加强，例如空军飞行员或将学习舰载起降技巧。海军司令部需要成立航母战斗群指挥架构等，这对台湾整体军事思维是新的挑战与进步契机。同时，面对台湾可能的航母战力，解放军也会调整相应策略，可能强化反航母的手段或优先打击顺序。在这种攻防博弈中，双方战略都会演进，出现新的不确定性、限制与风险。当然，我们也需强调战略限制。一艘航母无法扭转台海间的巨大军力差距，解放军拥有的弹道飞弹和先进战机数量庞大，台湾航母倘若冒进，反而可能付出惨痛代价。因而台湾航母若成军，其战略运用需要极其谨慎，避免孤军深入敌方导弹射程的陷阱。最明智的运用方式可能是结合盟军，以联合作战确保航母安全。换言之，台湾航母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支援状况，而非单打独斗。总体评估，台湾或航母将增强一定威慑力与机动防御能力，但不是防务万灵丹，它带来的新优势很容易被对手的新战术所抵消。因此，台湾仍需平衡发展各层面的军力，不可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艘航母上。同时，这一动态将进一步把台海局势推向国际化、多国角力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角度探讨航母传闻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台湾可能获得英国航母的消息，一经传出，便被视为改变亚太地缘政治棋局的潜在变量。此举不仅牵涉台英双边，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对美中关系以及欧洲与亚洲安全架构都可能产生影响。首先，从中国大陆角度看，英国若真将航母卖给台湾，无疑被北京视作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和对台军事介入的升级。中国外交部届时势必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英国违反一中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北京方面可能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例如外交降级、经贸制裁等，以惩罚英国。毕竟，比起美国长期军售台湾，欧洲国家直接军售重型武器给台湾是前所未见的冲突破坏，对北京而言更是不可容忍的红线。解放军也可能在军事上有所动作，加大在台海和西太平洋的军演力度，展示武力做回应。例如，在英台交易消息公开后，中方或许会立即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甚至封控行动，以警告台湾，外国航母保不了你。总之，中国势必全方位表达强硬姿态，使英国和相关国家认识到牵涉台湾问题的代价与风险。英中关系将因此跌至新低点。近年来，英国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如禁止华为 5G、关切香港人权，在国防文件称中国为时代挑战等等。如果再加上航母售台事件，北京与伦敦的政治互信恐将近乎破裂。中国可能把英国列为不友好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处处与其作对，甚至策动国内民族主义抵制英货。在联合国等场合，中方也会更加坚决地反对英国的倡议。这种敌对态势将类似当年法国对台军售后，中法关系急动多年。英国虽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相对小于欧陆一些国家，但双边贸易和金融联系仍相当密切，撕破脸对英国经济也有损失。然而，此举也显示英国在价值观与战略上选边站，宁可承受损失，也要挺身捍卫民主盟友。这将赢得许多西方国家的赞许，强化其全球化英国形象。至于美国，作为台海局势的关键外部角色，美国对英台航母交易的态度极其重要。一方面，美国长期主导对台军售，对其他国家涉足台湾防务会持审慎态度，以确保自身影响力和对中策略掌控。美国法律，如台湾关系法，允许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从未提及航空母舰这种攻防兼具的大型武器。如果英国拟售台航母，华府需要衡量是否支持默许。由于航母配套的 F-35B 战机由美国生产，
美方立场尤其关键。若拜登政府认定此举有助于吓阻中国分担美军负担，则可能私下支持并加速审批对台湾出售 F-35B 或其他舰载机，以完善航母战力。这将标志美国对台军援政策的一大突破，从过去供应防御性武器，升级到允许盟友提供进攻潜力更强的装备。另一方面，美国也可能有所顾虑，美中角力虽然激烈，但华府一直谨慎维持战略模糊，避免刺激北京过度反应。若台湾突然获得航母这等战略级装备，中方可能误判美国默许台湾冒进，从而加速其武统时程，反而增加冲突风险。美方决策圈内定会有不同声音，一派支持强化台湾武装，另一派担心局势失控。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公开低调，私下默许，也就是不宣扬自己参与其事，将风头留给英国，同时在背后为相关军售移除障碍。如此一来，美国达成强化台湾防卫的目标，又能将部分压力转嫁给英国承担。对其他西方国家而言，英台航母合作将产生示范效应。过去欧洲多数国家在军售台湾问题上非常谨慎，法国自从1990年代出售武器给台湾遭中国制裁后便有所忌惮，德国等更是避免军事介入台海。然而英国此举可能带动欧洲对台政策的松动，例如法国拥有航母和先进军备，如果英国开了头，未来法国是否可能也加大对台军事交流？至少在政治支持上，欧洲议会、北约等可能更直接表态保障台海安全，甚至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也会受到鼓舞，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台湾的安全将更明确地被纳入美日、欧澳等民主国家的议题清单。当然，这也意味着全球阵营对立的加剧，支持台湾的一方和支持中国的一方针对台湾问题的分歧将更加突出，台湾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法与普世价值层面，英国若售台航母，等同在行动上质疑了中方的领土完整主张。这与俄乌战争背景下西方支援乌克兰抵抗侵略有相似之处，皆属援助被威胁方，因此不排除俄罗斯会跳出来声援中方立场，谴责英国破坏稳定。反之，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可能对此持理解态度，甚至暗自欢迎更多国家牵制中国海军力量。总之，航母易主台湾将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美中博弈、跨洋联盟、区域安全的重大事件之一。针对英国要卖航母给台湾这个劲爆话题，各路网民和军事专家们已展开热烈讨论，观点反应可谓多元，有乐观兴奋者，也有冷静质疑者。以下我们综合一些主要意见。台湾网民的反应。在台湾社交媒体和军事论坛上，不少网友对此传闻表现出振奋与期待。支持者认为，台湾终于有机会拥有梦寐以求的航空母舰，这将大幅提振国军士气，提升国防信心。有网友激情留言：超级航母来了，我们海军要扬眉吐气了，这是真正的海军大突破，台湾从此也有远洋威慑力。甚至有人开始畅想航母取名、未来编队配置等细节，把这视为增强国力的里程碑事件。对长期处于军事压力下的台湾民众来说，任何提升5倍的消息都容易引发兴奋，更何况是航母这种顶尖战略武器。一些亲美、亲英取向的舆论声称此举象征民主国家挺台的决心，相信英美终将联手装备台湾，吓阻中国。然而，亦有许多台湾网友和专业军迷持审慎甚至唱衰态度。他们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台湾养得起航母吗？有人列出航母庞大的后勤需求与费用，直言我们连自己的前舰、战机预算都吃紧，再养一艘航母，其他装备预算要被吃掉多少？还有人担心人力困境，现在志愿役招募就不易了，上千人的航母舰员从哪来？更别提舰载机飞行员哪里生？这类观点认为，航母看起来风光，实际可能成为国防预算黑洞，拖累整体军备建设。一些倾向和平统一或对抗美国的网友则干脆认为这是假消息，或者即便成真，也是美英军火商坑杀台湾，让台湾当冤大头买废铁。他们认为航母一到战时根本没用。
容易被解放军首轮打击摧毁，形同将台军主力送上门。中国大陆网民的反应，在对岸的舆论场，此话题同样掀起波澜。大陆网友多半以嘲讽和不屑的口吻回应，一些人在微博上讽刺道：“英国人真穷疯了，破航母也想拿去变现，影射英国国力不支。”不少人揶揄台湾花大钱买个活靶子，有本事开出第一岛链试试。东风快递包邮送陈，民进党当局为了选举作秀，连航母都敢接，最后还不是累积成一堆辛酸废铁。总的来说，大陆网民普遍强调解放军打击航母的能力，认为台湾买航母改变不了军力对比，只会加速自己灭亡。同时，他们也借题发挥批评英国，日不落帝国沦落到二手军火商，真是作茧自缚，企图介入台海，只会自取其辱，展现民族主义情绪。国际社群与英国舆论在英美等西方军事论坛上讨论相对理性一些。有部分国际军迷表示好奇和惊讶，如果台湾有英国航母，将是冷战后最大的军售爆点之一。有人分析这背后战略计算，认为这显示五眼联盟国开始更实际的武装台湾是对中国警告。也有人替英国算经济账，称卖掉一艘航母每年可省下数亿英镑开支，何乐而不为？不过，也有英国网友为此感到悲哀或愤怒。在英国相关新闻的评论区，有人叹道：“我们伟大的皇家海军难道真的穷到要卖航母了吗？太丢脸！这艘航母象征国威，不该贱卖，即便要卖，也不能卖给可能引发战争的地区。”可见，部分英国民众担心这么做会削弱本国海防，并招惹中国，不值得冒险。军事专家的观点，专业分析人士整体上抱持较冷静的态度。许多西方防务专家认为，此传闻虽有一定依据，但真正落实面临巨大阻力。他们普遍强调台湾获取舰载机和训练的难题，认定航母若无舰载机，只是一艘昂贵的大船。美国一些智库学者表示，与其让台湾花钱买航母，不如投资更多沿岸防御，以更实惠方式提升下阻力。但也有少数鹰派专家支持此举，认为应该武装台湾到牙齿，哪怕包括航母，只要能避免战争，任何下阻手段都值得尝试。至于台湾本地的军事专家，多数对航母计划持保留看法。曾在台湾海军服务的专家普遍指出，台湾海军当务之急是更新防空舰、潜舰等，航母不在优先清单。一位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吕礼师在接受访问时直言，如果台湾贸然斥巨资购入航母，最后恐怕只是买来辛酸与空虚。他指出，美国过去卖给台湾的装备往往是次一级版本，付出高价却性能受限。航母这种庞然大物，没有整套支援体系，只会成为新的沉重包袱。他的言下之意是警告台湾别被表面风光迷惑，需务实考量自身承受能力。当然，台湾也有少数专家抱较开放态度，认为若国际局势允许航母进驻，台湾也应积极争取，毕竟有总比没有好。这些观点反映出台湾军方内部和学界对此议题仍在权衡利弊，并未形成一致结论。总结而言，英国拟出售双舰岛超级航母给台湾，目前仍属于传闻与方案研讨阶段，尚无实锤的官方政策转变。但这一消息之所以引发轰动，在于它折射出当前东亚安全局势和国际联盟动态的几个重要趋势。首先，台海局势国际化的态势更加明显。曾几何时，台湾能获得的防务援助仅限于美国，如今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也开始被卷入讨论。这显示台海问题已从区域问题升级为全球关注的战略焦点。未来不排除有更多非传统盟友以各种方式支援台湾，使北京面临更复杂的国际压力。其次，民主国家对于协防台湾的意愿在提升。无论航母交易最终是否成航，英国国会报告称台湾为独立国家，英舰频繁现身亚太，这些行动都表明自由阵营正逐步打破过去对台避谈军事合作的禁忌。西方开始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台海安全议题，这对台湾是利好，但也意味着中西对抗可能更加白热化。第三，从台湾自身角度看，这起传闻提醒决策者在国防建军上
要精准拿捏质与量的平衡。一方面要努力获取新式装备，提升质变，例如先进战机、长程飞弹乃至本文讨论的航母，才能跟上敌情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需量力而为，顾及可持续发展，不致顾此失彼。航母这等庞然大物究竟适不适合台湾，需要通盘考量战略效益和成本风险。或许更务实的做法是先巩固不对称战力，再伺机扩充传统战力，双管齐下。最后，无论航母最终能否在台湾海军旗帜下服役，这则传闻本身已经达成某种战略效果。它向世人传递出一个信号，在台海可能的危机中，台湾并非孤立无援。西方大国正在探索多种途径来强化台湾的抵抗能力，同时也警告北京，若一意孤行武力犯台，将面对更大范围的国际联合反制。可以说，航母传闻是国际社会释放支持台湾的新试探，也是大国博弈的一枚棋子。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我们将密切关注相关发展，英国政坛对此议题的表态，台湾方面的回应及准备，美国政府的态度走向等等。如果这项大胆构想真的逐步走向现实，将改写亚太的军事版图，即便最终未能实现，其讨论过程也足以为台湾的国防战略带来启发。在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小小台湾如何在大国角力中寻求自保与突破，每一项可能的机遇都值得审慎评估，好好把握。航母也许只是其中一环，但其背后象征的是台湾不断追求安全与尊严的努力，以及世界各国对和平与正义秩序的再思考。我们静待后续发展，见证历史如何书写新的篇章。中国大陆为什么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从1949年两岸分治至今，整整70多年过去了，台湾依然实质上保持独立运作。中国大陆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军事力量今非昔比。按理说，如今的实力对比早已不同于昔日，但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当局始终没有对台湾动武。难道是中国大陆真的在忌惮什么不可说的原因？还是台湾有什么王牌让对岸投鼠忌器？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最近一位美国专家的一语道破，让现场瞬间鸦雀无声。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这70年来的种种缘由。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中国大陆不动手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撑腰。确实，自从韩战以来，美国第7舰队巡弋台海，美国更与台湾当局签订过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又有台湾关系法持续提供军事协助。美国的介入使得武统台湾不再是单纯的内政问题，而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难题。中国大陆若轻启战端，等同于向当今全球最强军事力量下战书，风险极高。然而，把一切归因于美国，恐怕又过于简单。毕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力日益增强，美国的威慑力是否一如往昔也是未知数。而且，北京当局真的会永远因为畏惧美国而放弃统一的念头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除了美国因素之外，还有经济、政治、国际舆论、台湾自身的准备等多种变量。在这持续70多年的拉锯中，北京究竟打的是什么牌？是不是另有一盘更大的棋？我们不妨将时间拉回70多年前，看看历史的线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大陆和台湾开始分隔至今。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刚刚夺取大陆政权，热血沸腾，扬言解放台湾指日可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了进程。1950年爆发的韩战让新中国措手不及，美国第7舰队奉杜鲁门总统之命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军保护范围。这犹如横亘在海峡中的一道铁幕，使得解放军原本酝酿的渡海作战计划不得不紧急搁置。要知道，50年代初的中国海空军力量非常薄弱，既没有足够的登陆艇，也没有制空权，更谈不上对抗美国航母舰队。在这种局势下，毛泽东即便再想解放台湾，也只能忍下这口气，转而把精力投入朝鲜战场和国内的政权巩固。韩战不仅救了南韩，某种程度上也救了台湾。若没有这场战争，美国当时未必会如此坚定介入台海。
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在建国初期就孤注一掷攻打台湾。韩战之后，中美之间进入直接对峙局面，台湾也因美国的保护而暂时高枕无忧。然而台海并非风平浪静。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为了探视美国底线，鼓舞国内士气，对台湾海峡发动了2次大规模炮击。1954年至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等离岛，美国遂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将台湾纳入防卫圈。1958年的第2次台海危机，解放军再度炮击金门，企图逼退美军顾问并测试美台反应。美国则派出航母护航运补，结果是金门照样守住。美中在台海隔空交火，却未真正爆发全面战争。毛泽东这2次炮战更像是一种政治秀和策略试探，一方面向世界宣示大陆对台主权不曾放弃，另一方面也借机观察美国出手的程度。在核武时代的开端，美国甚至一度酝酿是否对中国动用战术核武器保卫台湾，可见当年局势之凶险。对毛泽东来说，他虽然在国内政治运动中大胆激进，但在对美直接军事对抗上仍是谨慎的。武力统一台湾在当时看来不仅意味着与美军直接开战，更可能招致毁灭性后果。于是暂时搁置武统，以炮战式姿态成了50年代末北京的权宜之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台海问题进入一种诡谲的拉锯与沉默对峙状态。60年代，中国大陆自身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剧烈震荡，国内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在此情形下，无力顾及台湾。而台湾方面，蒋介石父子统治下实行戒严和威权统治，一方面对内高压统治，避免共产势力渗透，一方面对外仍然叫嚣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实则两岸在这一时期都无实际能力发起进攻，对方本岛的战争，一方内乱纷纷，自顾不暇，另一方虽有美元也根本无法渡海反攻。于是台湾问题仿佛被历史暂时凝固，两岸之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却又维持现状的冷峻平衡。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70年代，美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1971年，美国支持下的中华民国台湾黯然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国际格局的巨变。美国开始承认北京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确认一个中国原则，虽措辞含糊，但大势已定。到了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与北京正式建交。这一系列外交震撼波对台湾是沉重打击，从此台湾失去了大多数国家的正式承认，陷入日趋孤立。然而讽刺的是，北京却并未趁势对台湾痛下杀手，反而在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高调宣示从炮击到和平的转变，提出和平统一的倡议。邓小平执政后，更在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愿意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来换取国家统一。可以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当局对台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换，从过去的武下为主，变为以争取人心为主。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国际地位节节上升，看似更有筹码时，反而选择放下炮火，释出橄榄枝？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经历了文革浩劫的新中国急需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邓小平深知和平环境的珍贵，他不愿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下冒险开战，而是希望以祖国大陆日益强盛的吸引力来感召台湾回归。北京甚至不讳言，我们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相信终有一天，台湾同胞会理解统一的好处，而自愿回到祖国怀抱。从高喊解放到耐心等待，这正是80年代北京对台策略的真实写照。当然，和平统一的呼唤并不代表中国大陆放松了对台湾的战略布局。从70年代末开始，北京一面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自己对全中国的代表地位，使台湾的主权主张日渐失去舞台，一面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以其未来在两岸实力对比中取得压倒性优势。80年代中后期，两岸关系曾短暂出现和煦的春风。台湾在1987年解严，民众得以赴大陆探亲，两岸开始出现民间交流和经贸往来的苗头。90年代初，
海峡两岸还在1992年达成了九二共识，尽管对其意涵各有诠释，并于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这是史上首次两岸官方授意下的高层对话。那时不少人曾经乐观以为，两岸或许有望通过谈判找到某种和平统一的方案。然而好景不长，统一与否的争议又随着台湾内部政治变迁而再起波澜。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触怒北京。北京担心李登辉走向台独路线，于是在1995年至1996年对台湾海峡进行了连串飞弹试射，以警告和恫吓。当时正值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夕，中共导弹落在台湾近海，意图制造恐惧感。然而这次所谓台海飞弹危机却引来美国更直接的军事干预。美军派出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驰援台湾附近海域，摆明捍卫台湾安全。面对美军钢铁洪流，北京当局最终适可而止，在台湾举行顺利选举后缓缓收兵。这场对峙结果对北京而言相当尴尬，不但没能阻止台湾民众投票选出他们要的领导人，反而暴露了当时解放军在海空军方面与美军的巨大差距。可以说，1996年的惊险对峙是中国大陆领悟武力统一尚无十足胜算的一次转折点。此后，北京痛定思痛，加速军备现代化，发展导弹与海空力量，立志不再让美军舰队在家门口如此气定神闲。另一方面，北京也更深刻认识到，台湾人民的民心向背已成为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变量。飞弹危机非但没吓倒台湾民众，反而激发更强的本土意识，这让主政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下与打之外，是否还有更高明的办法。进入21世纪，两岸关系几经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北京在不断积蓄力量，同时灵活调整软硬策略。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主张本土化的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北京对此极为警惕，担心台独势力做大，在2005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将防毒写入法律。如果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北京将被迫以非和平方式处理。但有趣的是，这部法律同时也写明要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等于是一手挥舞大棒，一手拿出萝卜，软硬并济。事实上，2005年前后，北京在军事恐吓之外，更大量运用了经济利诱和统战手段。随着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台商纷纷西进掘金，台湾经济日渐依赖大陆市场，加上两岸同文同种的文化连结，北京寄望经贸融合和民间交流能润物细无声地拉近台湾人心。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朝一夕可成，中间波折不断。2008年，台湾又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马英九上台后，采取了亲善大陆的路线，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北京抓住这机遇，与台北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如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开放观光、人员往来直航等。一时间，两岸交流火热，仿佛走上了一条和平融合的康庄大道。当时不少统派人士满心期待经济融合、人心互通，也许再过些年，台湾自然就会回到祖国怀抱。然而现实再度给这种乐观浇下一盆冷水。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年轻世代强烈反对与大陆过度经贸捆绑，担忧北京已经促统的阴影。民意的反弹最终导致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搁浅，也显示出台湾年轻族群对政治统一的高度戒心。北京精心布局的经济统战，碰上台湾社会多元民主的活力，结果没能一帆风顺。转眼间来到近年，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胜选执政，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北京开始祭出全方位的施压。在外交上，不断挖走台湾仅存的邦交国，企图让台湾在国际上零立足空间。在军事上，解放军战机军舰几乎每日绕台巡弋，军事演习频频围台，高强度灰色地带压力迫使台军疲于奔命。在心理上，通过网络舆论战、渗透台湾媒体等方式，试图削弱台湾民众的抗敌意志。北京此时展现出的耐心与强硬兼具的策略，其实有个非常直白的目标：下阻台湾走向法理独立。
同时等待更有利的统一契机出现。例如，如果台湾未来出现一位较为亲大陆、主张缓和的领导人，北京或许愿意再度推动和平谈判。又或者若国际局势出现变化，美国抽身远东不再强力干预，那对北京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在这期间，习近平多次发表对台讲话，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但同时称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并警告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他甚至在2019年明言，台湾问题不可能一代一代拖下去。这些话让外界揣测北京是否正在酝酿较具时程表的统一计划。然而，从话语到行动中间还有距离。截至目前，即便台海紧张态势升高，北京依然克制的没有跨出武力攻台的最后一步。解放军在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弹演习，一度在台湾周边划设多处禁区，但演习过后并未升级为持续的封锁或进攻。这种点到为止的做法，似乎又说明北京对武统仍抱着审慎态度。有人不禁要问，难道北京真打算一直这样拖下去吗？习近平口口声声不让问题拖延，却仍在按兵不动，这当中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战略算计？正当各界对北京何时动手议论纷纷之时，一位美国专家的观点引起了轰动。这位专家的一句话道破了北京70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终极阳谋，让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瞬间沉默。这位人士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他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数十年，在2022年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其实一直奉行着战略忍耐的原则，等的就是有朝一日台湾自己投降。黎安友引用了中国古代兵法《孙子兵法》中的名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打仗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上上策。他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正是秉持这种理念处理对台关系，能拖则拖，能忍则忍，始终没有鲁莽的首先开战。因为北京相信，与其贸然动武，冒着巨大代价去强行拿下台湾，而万一失败将永远失去统一机会，不如耐心等待，等待时间来改变一切。换言之，北京打的主意是，只要我们拖得够久，实力差距拉得够大，国际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终有一天台湾方面会自己招架不住，不战自强。这番剖析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北京多年在关键时刻一再克制的内在原因，也难怪在场的人听罢都沉默无语。因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让人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试想，中共高层何尝不渴望一举收复台湾，名留青史？但他们更清楚，如果贸然动武，面临的将是一场极为惨烈且前景难测的豪赌。台湾防卫虽非美军等量级，但经过多年备战也不是待宰羔羊，解放军即使登岛成功，也势必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而一旦战事胶着，美日及其盟友介入，局势更会不可收拾。即便撇开纯军事层面，武统台湾还有可能引发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与孤立。中国如今是全球经贸体系的枢纽，一场台海战争可能让中国数十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这对以执政绩效和经济成就立足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反过来说，如果可以不战而屈人，不仅能避免流血，还能保全台湾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例如举足轻重的半导体产业，为未来统一后所用，何乐而不为？因此，北京高层内心其实一直有两本账在盘算，一笔是武统速决的账，一笔是长期围困拖垮的账。前者收益高，但风险也高；后者见效慢，却比较稳妥。从过去70年来看，北京不断在两种选项间权衡，但总的倾向越来越偏向后者，用时间这把刀慢慢割掉台湾的意志。黎安友的点破，正是对这种战略心态的高度凝练。他们在等台湾人自己投降。然而，听到这里，可能有观众要问：北京真能等得到台湾投降的那天吗？毕竟从台湾当前的民意来看，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越拖下去，台湾人愈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
年轻一辈对统一更是兴趣缺缺。北京苦盼的人心回归，怎么看都看不出苗头。等待难道不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问题切中了要害。时间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希望用时间磨平台湾的抵抗意志，但也可能发现时间磨去了台湾对祖国的感情。然而，北京之所以依然有耐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宏观大势终将对自己有利。中国有句流行语叫东升西降，意指东方崛起，西方衰落。北京坚信，只要中国国力继续增长，美国相对影响力迟早走下坡，那时台湾将更加孤立无援。试想若干年后，假如有那么一天，美国因内部问题无力他顾，或因不愿与崛起的中国摊牌而选择后退，台湾还能指望谁呢？届时，在强大的祖国面前，也许台湾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统一条件。哪怕台湾民心依然不情不愿，但现实情势会逼着他们低头。这正是北京长远博弈中冷峻的一面，他们未必非要台湾人心甘情愿点头，但至少要让你失去拒绝的资本。到那时，顺从也就成了唯一选项。北京官方当然不会直白说等你们投降，而是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样的话来润饰。但从黎安友的视角看去，所谓希望的另一层含义，其实正是期待时间将台湾的抵抗磨去，终至不得不顺从。这番话之所以令听者沉默，是因为它揭开了现实残酷的一面。在你未察觉中，你的意志可能已被对方当作战略目标，一点点的被消磨。当然，战略忍耐并不意味着一味消极坐等。北京在等待的同时，手中也握着越来越多的筹码。首先是军事筹码，解放军这20年来军费开销惊人，导弹、战机、海军舰艇实力大增，据说已具备对台快速制压的能力。连美军将领都承认，今日的中国军队已是强大的挑战者。这种军力威慑每天绷紧台湾的神经，使台湾常年处于准战争状态，社会心理压力巨大。其次是经济筹码，中国大陆如今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台湾大量的农工产品、电子零件卖到大陆赚取顺差，同时台商在大陆投资设厂，获利可观。若北京哪天对台湾来个经济封锁、贸易制裁，台湾经济恐将立刻重创。北京平时不动用这招，但这张牌始终悬在半空，让台湾执政者不敢不慎重。第三是外交筹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北京，不承认台湾，台湾的国际人格几乎被压缩到零。这意味着，如果北京武统，国际上愿意直接军事援助台湾的国家寥寥无几，多半也只有美日少数几个。而若美日因某些原因犹豫甚至退却，台湾几乎不可能单独撑住。所有这些筹码都是北京长期经营的结果，一点一滴累积至今。耐心等待不是消极无为，而是在暗中布局，以时间换取空间。当年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说的正是这种战略耐性的智慧。如今北京对台就是一场耐力赛和意志战，看谁能笑到最后。黎安友的分析无非是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北京真的能一直等下去吗？习近平虽未给出最后期限，但他这代领导人显然不甘心让统一问题无限期拖延。外界有分析认为，2027年前后，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或2030年前后，中共可能下定决心行动。毕竟习近平本人多次强调，不能把历史欠债留给下一代，而他也在为解放军加速备战做准备。然而，这些推测终究是推测，真到关键时刻，北京可能依然会审时度势，决定是战是和。一场俄乌战争的爆发，其实给了北京一个绝佳的观摩窗口。俄罗斯闪电战乌克兰未能成功，反而陷入持久战和国际制裁的泥淖，这对寻求武统的中国绝非好兆头。北京从乌克兰看到，美国虽未直接出兵，但通过军援也能让侵略者付出惨痛代价。同时，西方阵营空前团结制裁，让俄经济元气大伤。这些教训想必在中南海高层引发激烈讨论。或许有人会说，中美国力对比不同于俄美，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高科技产业价值决定了美西方不可能对台坐视不管。因此，理智的中国领导人会发现，时间仍站在自己这边。中国每年都在变强，而国际变局充满未知，
没有必要急于一时，一旦仓促动手，反而可能坏了大局。与其如此，不如继续携着不断增长的实力，去威慑，去孤立，去软化台湾，用10年、20年的时间完成不流血的统一。这听起来或许残忍，却极其现实。对岸的决策者有足够耐心和定力，他们可以等台湾内部分化，等国际态势有利，等自己强大到足以让对手绝望。正如那句话所言，等待台湾自己投降，这一等待也许就是他们眼中的最终胜利。听到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理解为什么那句话甫一出口会让现场鸦雀无声，因为它点明了两岸困局中最无奈却真实的一面。中国大陆无需着急发动战争，在可见的未来，他们大可以继续积聚力量，静观其变，而台湾则处于一种熬人的消耗战中，必须每一天都展现出不投降的决心，同时祈求世界局势不要抛弃自己。这是一场谁先眨眼谁就输的博弈，比拼的是国力、意志和智慧。对台湾而言，希望当然是在于强化自我防卫，团结民心，并争取国际社会更明确的安全承诺，以撑过北京的压力测试。对北京而言，他们则会继续以庞大的国力背景为后盾，对台湾软硬兼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踩着钢丝前进。最后胜负如何，还未到盖棺论定之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中，北京目前依然显得胸有成竹，耐心十足。毕竟他们从历史中深知，150多年前他们失去了香港，但最终通过等待与谈判于1997年收回。那么哪怕台湾问题拖上100年，只要不爆发热战，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这种超长期的耐心和谋略，或许正是许多人低估北京的地方。当美国专家道破其中玄机时，人们惊愕于其直接，但真实也只能默然。总而言之，中国大陆迟迟未以武力统一台湾，绝非简单因为不敢2字，而是不宜与不及使然。在今日的台海棋局上，北京深谋远虑，宁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铤而走险打一仗定乾坤。这并非懦弱胆怯，而是一种冷静而残酷的算计。等到猎物筋疲力尽，自行倒下，而猎人不必扣动扳机。李安有这句等台湾人自己投降，可谓是对此战略最精辟的写照。他提醒了世人，也许在惊涛骇浪的表象下，更大的风暴其实是无声的。一方在静静等待，另一方在默默坚守。谁能笑到最后？70年的对峙已经过去，未来5年、10年、20年，这场拉锯还将继续。或许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时，北京会对世界宣告，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统一，那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但也可能台湾会撑到出现新的变数，让北京不得不重新审视等待策略的有效性。两岸未来走向如何，我们无法未卜先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场博弈中，时间本身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武器之一。到底是时间磨平了台湾的意志，还是时间催生出新的转机？这将是历史给两岸出的最终考题。希望这场危机最终能以和平方式落幕。毕竟不论统一与否，和平与繁荣才是两岸人民最殷切的期盼。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场漫长博弈的最新动向，期待未来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见。清晨时分，天空突然传来尖锐的警报声，台湾民众睡眼惺忪，一脸茫然。这是地震警报吗？不，是导弹来袭的警报。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我们的天空可能会密布导弹的身影。解放军的导弹如同下起一场漫天花雨般的攻击，目标直指机场、雷达站、指挥中心等关键设施。然而，台湾真的会在瞬间被击垮吗？别忘了，台湾早已为此准备多年，各种防御措施层层设下，绝非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今天我们就来一次轻松有趣的战略大解析，从天上的导弹攻防，到空军如何躲过第一波打击，再到海军如何避开封锁，陆军如何严防死守，让大家看看台湾的海陆空3方面都有些什么看家本领。如果战争爆发，
最先到达台湾上空的很可能不是敌军战机，而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导弹雨。解放军很可能实施所谓火力围岛作战，发动密集的导弹攻击，企图在第一时间瘫痪台湾的防空系统和作战指挥。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远程火箭炮都会一齐上阵，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漫天花雨暗器，让人眼花缭乱。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用数量优势压垮台湾的防御，把机场跑道炸出弹坑，雷达站炸成瞎子，指挥通信体系打成聋子，让台湾军队一时间看不见、听不着、飞不起来。面对这密集的导弹攻势，台湾并非毫无招架之力。首先撑起保护伞的就是台湾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和台湾自制的天弓系列导弹是台湾防空网的双核心。这些防空导弹就像球场上的守门员，专门拦截空中来袭的球。爱国者导弹曾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如今在台湾肩负着拦截解放军短程弹道导弹的重任。天弓系列则是台湾自主研发的骄傲。最新的天弓3型号称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可以在大气层外迎击来犯的弹头。当然，再好的守门员也不可能每球必挡。解放军如果一次齐射上百枚导弹，台湾的爱国者和天弓也会面临弹药耗尽、防不胜防的窘境。所以台湾的导弹防御讲究层层防护，多拦截。远程有预警雷达，提前发现威胁。台湾在新竹乐山部署了一座大型相控阵雷达，据说可以监视上千公里外的导弹动态，提前数分钟预警，就像给守门员指明球将从哪儿飞来。中程距离上有爱国者和天弓等主力反导系统进行硬拦截，近距离则依靠天剑、防空炮等武器担当最后的球门线救险。如此多层次的拦截下来，解放军的导弹雨至少不会让台湾措手不及，可以保住一些关键命脉设施不被一波摧毁。台湾也深知光靠拦截是守不住所有攻击的，于是还有被动防御这一手，就是把重要单位藏起来分散开，比如指挥中心和通信中枢都深藏在山坡下的加固碉堡中，就算地面建筑被炸毁，地下指挥所依然可以运作。各基地也进行伪装和诱饵布置，让弹打到假目标。甚至有传闻台湾早就规划了关键部门的备份位置，一旦某处被毁，马上启用备用地点继续运作，绝不让解放军一锅端。如果导弹攻击的目的是要让台湾飞不起来，那么空军如何在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保存实力，就是战争初期的关键。解放军肯定很想在开战第一天就摧毁台湾的战机，毕竟只要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后续的战术行动就会轻松不少。所以台湾空军这些年一直在玩一场生存游戏，目的就4个字：保存战力。台湾空军最引以为傲的招数之一，就是把战机藏进山洞里，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这货真价实。在东部花莲的山脉里，有一个号称可容纳上百架战机的巨型山洞基地。平时看似一座普通的山丘，里面却别有洞天，坚固的机堡隐藏在岩层深处，战机可以从隧道进出，神不知鬼不觉。这就像给战斗机打造了一个山洞宝箱，当外面的机场跑道被炸得满目疮痍时，里面的战机却安然无恙。当然，藏在洞里也不能一直不出来打，但至少能躲过第一波轰炸，保存实力，再寻机反击。除了躲藏，空军还有一套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绝活，就是快速抢修跑道。假设机场跑道真的被导弹炸出一个个大洞，难道飞机就永远飞不起来了吗？别忘了，台湾空军每年都进行紧急跑道修复演练，工程兵们仿佛 F1 赛车的维修团队，一声令下就冲上跑道，填坑的填坑，铺钢板的铺钢板，争分夺秒为战机重新开辟起飞之路。有时甚至不等水泥完全干透，战机就在临时修补的跑道上冒着灰尘起飞了，可谓惊心动魄，又让人拍手叫绝。更绝的是，台湾还有备胎跑道，没错，就是高速公路。台湾在几条高速公路路段预留了战备跑道的功能。每逢演习，我们都能看到公路突然封闭，工程人员把中间的分隔带拆除，清理路面，当作临时机场，让战斗机直接在公路上起降。想象一下，平日车水马龙的高速路上，突然有 F-16战机呼啸降落，加油装弹后又腾空而起，
这不是谍战大片吗？这些高速公路跑道就像空军的隐藏卡牌，一旦主要基地跑道瘫痪，战机还有后路可走。如此一来，解放军就算千方百计炸毁机场，也难以保证台湾空军完全飞不起来。只要有几架战机升空，台湾的天空就还没有被对手彻底控制。当然，空军为了保存实力还有其他招数，比如将战机分散到不同基地，不给对方一锅端的机会，利用假目标吸引敌方轰炸，战时甚至可能把部分战机转移到更安全的海外基地暂避锋芒，只要国际情势允许。总之，台湾空军不会傻傻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尽可能提高自己在最恶劣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概率。这场生存游戏玩得好，战机就能重新升空，继续捍卫领空。聊完了天上的较量，我们把视线转向大海。台湾的海军舰艇同样面临开战初期被先发制人的风险。毕竟军舰不像战机，可以躲进山洞或开上公路，一旦停泊在港口，就可能成为敌方导弹和鱼雷的靶子。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军被堵在港内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例如清朝末年的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日军封锁港口，最终弹尽船沉。所以台湾海军早早制定了应对之策，称为威海计划。别看名字提到威海，其实就是要吸取当年威海卫的教训，千万别让自家舰队重蹈被一网打尽的覆辙。首先，从硬件上解决港口被封死的问题。台湾最大的海军基地左营军港，过去只有一个狭长的出入口，万一被击沉船只或瓦砾堵住，里面的舰艇就成了瓮中之鳖。为此，威海计划投入巨资扩建左营港，兴建第二个出海航道，就像在家里多开一道门，以防火灾时唯一的门被堵死。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要在巨大的防波堤间再凿出一个通道，施工过程也备受关注。据说整个计划耗资数百亿新台币，新航道预计在2027年底完工。届时左营港将拥有东西两个出入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港里的军舰都多一条生路，不会被一招锁死。其次，还有一种更灵活的策略，那就是不开港，在外头晃。所谓远海机动，就是在紧张局势升高时，海军的主力舰艇干脆驶离港口，部署到公海上待命。与其在港区坐以待毙，不如在大海上打游击。因为茫茫大海之中，找到一艘刻意机动藏匿的军舰，可比攻击固定港口难多了。对台湾来说，战争一旦迫在眉睫，军港里可能就见不到几艘大舰了，估计都提前开出去散步了。比如驱逐舰、护卫舰可能部署到东部太平洋一侧，利用东部海域远离大陆导弹射程，再加上中央山脉作为屏障的优势，躲过第一轮打击。再比如潜艇更是会立刻潜伏深海，静静等待时机。台湾目前虽然仅有少数几艘潜艇，但每一艘都是让对方头疼的隐形杀手。海军的远海机动就像当年躲避台风，把船开到外海去，随着风浪起伏，也比系在港口被浪打烂强。只不过这次避的不是自然风浪，而是导弹和封锁。通过机动，台湾的海上战力不容易被一锅端，可以保存下来，伺机而动。舰队只要尚存，解放军在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时就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背后始终悬着一支游弋的舰队。这种不定时炸弹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当然，舰队出了港并不等于高枕无忧，接下来就是一场海上的猫捉老鼠游戏。解放军拥有世界上规模庞大的海军，各式反舰武器自然不少，从空中发射的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到潜艇水下发射的鱼雷，再到号称能打航母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都可能对台湾舰艇构成威胁。如果开战时台湾的军舰胆敢出现在台海附近海域，恐怕很快就会面临箭如雨下的处境。几架解放军战机可能在数百公里外齐射多枚反舰导弹飞向他们，附近海域潜伏的敌方潜艇也可能悄悄跟踪攻击。可以预见，台湾海军必须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以小博大，难度不小。台湾的军舰也不是毫无还手和防护之力。首先，每艘主力舰上都配备有各种自卫武器和电子对抗手段，比如舰上的防空导弹和高炮，可以尽力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舰艇还有干扰丝和诱饵弹，在发现被导弹瞄准时迅速释放，
制造假目标干扰导弹的雷达，这有点像章鱼遇敌时喷墨制造烟幕逃生，让对方看不清真正的位置。此外，一些台湾舰艇装备有近防炮系统，就像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机关枪塔。当反舰导弹逼近最后几公里时，近防炮会疯狂射出密集弹幕，将其在空中打成碎片，场景就像用猎枪打飞碟一样惊险。除了躲避导弹，台湾海军还得提防水下的黑影，也就是解放军的潜艇。对岸潜艇部队规模不小，如果他们在台湾周边海域埋伏，台湾舰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上一枚鱼雷。为此，台湾非常重视反潜作战能力。海军的舰艇配备声纳系统，专门聆听海底的动静，一旦侦测到可疑的潜艇噪音，就会投下反潜深弹或鱼雷，并呼叫反潜直升机支援。台湾空军也有 P3C 型反潜巡逻机以及其他侦察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长时间巡弋，用雷达和声纳浮标搜索潜艇踪迹。可以说，台海周边的水面下同样是一场暗战，一边是潜艇像幽灵般游弋，另一边是巡逻机和驱逐舰如猎犬般搜寻。不夸张地说，每发现并吓跑或击沉一艘敌方潜艇，都能大大降低台湾舰艇头顶上的威胁。话说回来，就算台湾舰队竭尽全力自保，在绝对数量上仍处于劣势，正面对抗解放军庞大的海空力量并不现实，所以台湾海军更可能采取打了就跑，保存实力的战术，伺机而动，不贸然决战。他们的目标不是歼灭对手，那不现实，而是尽可能拖住对手，保护自身，并等待攻击良机。一旦解放军开始对台登陆，台湾舰队才会寻机出击，例如突袭运补船团或孤立落单的敌舰。换句话说，在决战滩头之前，台湾海军会像一只隐忍的猫，躲过狂风暴雨般的追杀，而一旦战机出现，又会如猛虎扑向敌人弱点。能不能成功，就要看战时具体状况和双方的谋略了。但至少台湾海军不会坐以待毙，而会拼尽全力为国家争取每一分战机。假如前面的空中对抗和海上较量都未能让解放军放弃野心，那么最艰巨的一幕就会登场。接下来就是渡海登陆的地面决战。正所谓登岛一战定乾坤，解放军若想真正占领台湾，最终还是得派遣大批部队跨越海峡，在本岛登陆。然而，在陌生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是现代战争中最复杂、最危险的行动之一。对于台湾来说，这反而是守军最有利的战场，因为他们占尽地利，早已筑起了钢铁海滩。台湾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多年来把可能的登陆海滩都研究了个遍，从地形、沙质、水深、潮汐到周边道路可用作掩体的地物，全都了如指掌。许多重点海滩附近早就布满了据点和射击阵地，一旦敌军船只接近，岸上的重炮、火箭、反舰导弹会先招呼，让登陆艇还没靠岸就吃上见面礼。就算冒着炮火登上海滩，等待他们的还有层层障碍物，像铁丝网、巨马、陷阱、地雷之类，让登陆部队举步维艰，如同掉进鬼打墙的迷阵。而防守方则利用熟悉的地形，从岸堡、掩体中居高临下射击，把滩头变成一片炼狱。解放军尽管号称两栖作战旅训练有素，也装备了两栖战车等突破利器，但在弹雨横飞的陌生海滩上，攻方始终是吃亏的一方。守军也不奢望一定能把敌人赶下海，虽然真能赶下去当然更好，但主要还是要牢牢持制，困住他们，把登陆场变成一个绞肉机。比如台湾陆军拥有号称地表最强的各式反坦克武器，从美制标枪导弹到自制的红隼火箭筒，都在等待着那些刚从登陆艇里开出来的坦克战车。一辆又一辆敌方载具被击毁，瘫痪在沙滩上，就会形成新的障碍物，把后续登陆的路线堵得更死。同时台湾也会把预备队调往登陆点附近，伺机发动反击。在滩头苦战的解放军部队很可能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遭到四面八方增援部队的猛烈反冲击。这就是岛屿防御战的优势，守军内线调动快，而进攻方却要从远方运增援。说到增援，就不得不提后勤补给线的问题。登陆战不同于空袭，光打一波不行，攻上岸后需要源源不断运人运物，
才能把一个滩头据点扩展为全面占领。如果后续输送被切断，即使冲上岸的部队再勇猛，也会因弹药粮食耗尽而被反击驱逐。所以台湾防守的杀手锏之一，就是抓住切断对方的渡海补给线。怎么做呢？前面提到的海空战力这时就派上用场了。残存的台湾空军战机、海军舰艇乃至岸置导弹都会集中火力攻击对方运来的船团。一艘满载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巨型登陆舰，要是被一枚雄风反舰导弹命中瘫痪，效果不亚于让敌军登陆部队挨了一记闷棍。敌军可能突然弹药告急，医药告罄，连饮用水都成问题。而且台湾还有特种部队、潜艇等，可以渗透突袭敌方后方的运输船只甚至港口。如果说登陆在台湾岛上的解放军部队是孤军深入，那么他们的命脉也就是跨海的补给线，犹如一根脆弱长链，正被守军千方百计地剪断。只要链条断裂，登陆部队就会像断线的风筝，最终被困死在滩头或推进途中。此外，台湾地形多山多城镇，就算敌军突破滩头，迎接他们的将是复杂的街巷战和山区伏击，每向前推进1公里都可能付出高昂代价。可以说，岛上每一栋建筑、每一座山头都可能成为堡垒，让进攻者仿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台湾全民动员抵抗，那更是攻方的噩梦。后有断粮之虞，前有巷战之险，左右还有游击队偷袭，可谓步步惊心。所以登陆滩岸只是炼狱的开端，后面还有连环地狱在等待着不速之客呢。讲到这里，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台湾整体防务思路其实就是以小博大，以逸待劳，攻其不备。这些都属于军事上的不对称作战思维。简单说，就是以弱制强，4两拨千斤，不和对手正面硬拼，而是用巧招妙计让对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台湾深知自己面积不大，资源有限，单靠传统武器比拼在数量上绝不可能追上对岸，于是把重心放在那些能让小兵立大功的战法和装备上。首先，岸基导弹部队是台湾不对称作战的王牌之一。别看他们平时只是藏在机库或地下室里的发射箱，但关键时刻能射出令敌人心惊胆战的利箭。比如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机动发射车可以伪装隐藏在山道、树林甚至厂房里，战时突然开到海岸线，架起发射架，嗖的一下就把导弹射向数十上百公里外的海面，一发不中可以再来一发，而且发射车立刻转移，敌人想反击也找不着踪影。即使解放军舰艇外围布下防空网，但面对四面八方不知从哪个渔港小道钻出来的雄风导弹，心里也得打鼓吧。除此之外，台湾也从美国引进了岸置鱼叉导弹，同样擅长躲猫猫式的偷袭。只要台湾岛还屹立不沉，四周的海岸线就如同布满了暗藏的刺猬刺，一有机会就狠狠扎向靠近的敌舰。其次，各型小艇大战大舰也是台湾不对称策略的重要环节。台海周边平时渔船商船众多，战时台湾海军那些隐蔽在港口和离岛的小型导弹快艇、无人艇，完全可以混杂其中，等待时机出击。一艘几十吨的小快艇平时不起眼，但如果装上2枚威力强大的反舰导弹，就变成了会移动的发射台。他们可能在夜幕或风浪掩护下贴近敌军舰队，突然齐射导弹，然后掉头就跑，或者干脆隐身在渔船群中。不对称的精髓就在这里。大国的重型军舰再强，难道要每条可疑渔船都开炮吗？敌人每分散1分精力在这些小威胁上，主力行动就慢1分。而这些小艇只要运气好，一击命中，对方损失的可是一艘数千吨的大舰。这样的交换比，台湾当然乐见其成。再一个，不对称利器就是水雷。别看水雷老古董，2战时就用烂了，但用好了照样让现代海军头疼。台湾沿岸，尤其是在可能的登陆点附近海域，一定会布设大量水雷。有些是战时由海军布雷舰迅速投放，有些可能平时就秘密布下等待激活。一旦敌军登陆，编队航行路径上安家落户了水雷，对方的2栖舰船就得提心吊胆，速度一快就怕一头撞上暗雷，像撬罐头一样把船底撕开。慢慢扫雷吧，又耽误宝贵的登陆时机，而每一次延误和慌乱都是台湾防御部队的机会。
除了传统水雷，台湾还在研发各种智能无人装备，例如小型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等。未来也许会出现自杀无人机蜂群扑向敌阵，或者微型无人艇贴近引爆，这些都属于以小博大的典型战法。最后，不能忘了潜艇，这玩意儿本身不小，但如果只论数量，台湾潜艇相比大陆依然是寥寥无几。然而潜艇素有海底幽灵之称，哪怕只有1-2艘潜伏，也足以让敌方寝食难安。台湾多年努力自主研制潜艇，终于在前几年推出了第1艘自制潜艇，未来还计划陆续建造更多，每增加1艘都能扩大在台湾东部深海的巡逻范围。潜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等敌人大型军舰和运补船团通过特定海域时，再悄悄跟上，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发动攻击，打一发鱼雷后立即溜走，下次换个方向再冒出来。这种威慑完全作用于心理层面，解放军海军永远要提防不知道哪儿藏着的台湾潜艇，航行和作战就无法全情投入。有台湾将领曾比喻，非对称战力就是要让敌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如履薄冰，稍不注意就踩到陷阱。说了这么多战法和装备，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决定战争胜负，人。台湾能守多久，最终看的还是人心和意志力。近年来，台湾不仅增加了国防预算，采购先进武器，也在积极强化全民防卫的理念。毕竟武器买再多，如果没人敢用、不想用，或者后方民心一溃散，前线再怎么顽强也撑不住。所以心理建设这件无形的武器，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关重要。先说硬件投入，台湾的国防预算近年来节节升高，创下历史新高。从添购 F-16V 战机、远程精准导弹到自研潜艇、量产各型导弹，钱确实花了不少。就拿2023年来说，年度国防预算接近6000亿新台币，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1倍。政府也动用特别预算来加速关键项目，例如投入数千亿量产导弹和无人机，目的就是快速强化不对称战力。这些真金白银砸下去，不仅买装备，也是买时间、买和平。对岸如果看到台湾年年进步，今天多了反舰导弹，明天多了防空导弹，可能就会多几分忌惮，心想这刺猬不好捅。我们常说备战才能避战，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但光有武器还不够，人民的精神韧性同样是国防的一部分。为此，台湾在全民国防教育和心理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学校增加了国防通识课程，教学生基本的防灾、防空知识。政府也出版了战时生存手册，指导民众万一战争来了该如何避难、储备物资、自救互救等。每年全台还举行万安演习，白天街头拉响警报，大家按规定迅速进入防空避难处。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让民众熟悉万一空袭来临的应对流程。甚至民间也有一些自发组织的防卫培训，学习急救、消防，甚至基础射击，目的无他，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些心理准备，而不至于真开打时手足无措。同时，政府和媒体也在努力塑造一种决心抗敌的社会氛围。看看海岸另一边的乌克兰，全国上下奋起抵抗强敌的画面，给了台湾民众极大震撼和启示。的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存亡之战，每个人都可能是战士，哪怕不是拿枪上前线，也是后方支援、维持社会运转的一份子。现代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对决，更是全民的考验。只要民心稳、意志坚，敌人就算一时打进来，也难以长久占领。台湾平时民主自由的生活看似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但关键时刻，正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会转化为保卫家园的勇气。俗话说，人心一举，军无斗志，反之亦然。只要全民抱定决心，绝不做第二个香港，绝不当亡国奴，那解放军就算来了，也很难真正征服台湾。总的来说，面对解放军可能的强攻，台湾并非孤立无援的羔羊，而更像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空袭也好，封锁也好，登陆也好，每一步敌军都将面临棘手难题。台湾不是在等死，而是步步为营。你来，我就躲过锋芒再反击；你疲，我就抓住机会猛打一把；你进，我就让你进得来出不去。正是凭借这种以守为攻、以小制大的谋略，才能在险象环生的态势中求生存。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
战争没有人是赢家。台湾准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挑衅或好战，恰恰是为了避免战争，把自己的盾牌磨砺的锋利，让敌人不敢轻起战端，这才是最高明的战略。正所谓《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意思是说，最好的胜利是不必开战就能让对方知难而退。我们都希望两岸永远不要走到兵戎相见的那一步，但如果那一天不幸来临，至少台湾已经做好准备，让入侵者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毕竟，这片土地上每个人所热爱的自由和生活，都值得我们奋战到底去守护。想象一下，一位身居中国军工核心的总工程师，竟冒着生命危险，悄悄透露出令人震惊的内幕。他的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内幕的核心：中国如果动武攻打台湾，无异于自寻死路。这样的惊人之语，居然出自一个参与中国武器研发与战略计划的内部人士，听起来就像谍报电影的情节。然而，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个故事背后的军事与地缘政治现实，看看为什么连中国自己顶尖的专家都会发出如此警告。首先，让我们从这位工程师的爆料开始说起。据传，这位在中国军工体系担任总工程师级别的专家，长期参与导弹武器研制和军事战略研究。他目睹了中国解放军为攻打台湾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新式武器的部署、军队的演习计划，以及内部推演的结果。正因为看得太深太透，他对高层鼓吹的武统台湾产生了极大的疑虑。终于，他决定铤而走险，透过秘密渠道向外界曝光这些真相。可以想象，这位工程师在暗中写下报告时，内心的纠结与勇气，一边是效忠的体制和随时可能临头的风险，另一边是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他深知，一旦消息走漏，他本人可能会从此消失，但他更清楚，如果继续缄默，国家很可能被拖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那么，他到底透露了哪些惊人的内容，使得他甘冒其险也要发声呢？这位总工程师的爆料内容可总结为一句话：中国攻打台湾就是在战略上自取灭亡。当然，光有这样一句话还不够，他在报告中详尽列出了背后的多重理由。我们接下来一一展开，就像把他那份暗中传出的报告公诸于世一般，来看看到底哪些因素会让中国对台动武演变成一条不归路。首先，两岸军力表面对比悬殊，但渡海登陆作战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解放军的总兵力和武器数量远胜台湾，看起来气势汹汹，几十万大军，上千架战机，上千枚对准台湾的各型导弹，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役海军之一，听起来似乎要踏平台湾易如反掌。然而，公提醒说，不要被这种表面的钢铁洪流吓住。历史和现实经验一再证明，跨海入侵一座坚决抵抗的岛屿，远比想象中困难。台湾海峡平均宽约150公里，海况恶劣，多风多浪，每年因季风和台风影响，真正适合大规模渡海的天气窗口其实很少，可能也就每年几个月。如果解放军选在恶劣季节强行出动，风高浪急将极大削弱登陆效率。但若等天气最好时，台湾和国际社会也早已提高警觉。这位工程师特别提到，在现代卫星侦察和情报技术下，中国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十万人马和大量船舰推到沿海再偷袭过海，任何大规模入侵准备都会被及早发现。也就是说，战争还未打响，突然袭击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台湾将有时间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其次，即便突破海峡，台湾岛屿本身如同一道天险，难以攻破。翻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台湾适合大军登陆的地点少之又少。台湾西部虽有部分沙滩平原，但大多数近岸海域水浅，登陆舰无法直接靠岸，只能在离岸数公里外停下，改用小艇和2栖载具把士兵和装备一批批运上岸。试想，在这漫长的登陆过程中，解放军的船团不得不龟速前进，完全暴露在台湾守军的火力之下。台湾这些年布置了大量的岸防武器，包括反舰飞弹、远程火炮、海岸布雷等。一旦解放军舰艇停在离岸数公里处倾倒载具，岸上的台军导弹如雨点般射来，后果可想而知。此外，
台湾军队早已研究每一处可能登陆的海滩，部署了所谓的拒止设施，比如在易登陆的沙滩埋设地雷、反登陆桩，甚至构筑壕沟。一旦战时需要，台湾还准备在主要港口和海滩自毁设施，宁可炸毁码头，不让敌军利用深水港登陆重装部队。这意味着，哪怕解放军侥幸夺下某个港口，也可能发现港池被堵死，无法顺利卸下重型坦克和补给。台湾东部的地形更加险峻，几乎没有登陆选项，那里临海就是峭壁悬崖，解放军根本无处下脚。而西部平坦区域背后，往往不远就是丘陵和山脉。台湾岛中央是高耸的山地，主峰玉山超过3900米，整个岛屿有大片的崇山峻岭。对守军而言，山地是天然屏障；对攻方而言，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步步惊心。工程师特别强调了一点，攀登上岸只是噩梦的开始。设想解放军好不容易在某处海滩站稳脚跟，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将是艰苦的巷战与山地战。台湾的城市密集，村镇众多，道路弯曲狭窄，非常适合伏击和游击战。台湾守军熟悉每一条街巷小道，可以且战且退，把攻方往预设的陷阱里诱。如果敌军想快速直取台北等政治中心，更是困难重重。台湾北部是政治经济重地，附近海岸如淡水等地防御最为森严，解放军要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硬闯，等于正面撞上台湾最精锐、防御最完备的部队，伤亡可想而知。但如果选择绕远在南部高雄、台南那些相对防御薄弱的海岸抢滩上路，又面临登陆容易北进南的困境。攻上岸后，还得沿着狭长的岛屿一路向北推进数百公里，沿途山岭重重，补给线越拉越长，两侧还随时可能遭到台军的反击和袭扰。简而言之，不管北攻还是南进，每一条路都像死胡同。这就像战争模拟游戏里的两难，直接攻打台北等于往刀口上撞，从南部绕路就像陷入泥沼，慢慢拖垮自己。第三，两栖登陆战所需的庞大运输能力与后勤补给远超中国现有实力。登陆台湾不是小打小闹，得一次性投入数以10万计的兵力，海量的装备和物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是二战的诺曼底登陆，代号霸王行动。盟军调集了约7000艘各型船只，横跨100多公里的英吉利海峡，首波投入超过15万部队登上海滩，并在3周内陆续投入了约85万人，付出惨重代价才攻下滩头，打开通路。要攻下一整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规模只会比诺曼底更巨大。这位中国工程师提到一个令解放军高层夜不能寐的事实：目前中国海军的两栖登陆舰船严重不足。解放军虽然这些年下水了一系列大型登陆舰艇，例如满载4万吨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搭载直升机和登陆载具的大型船舰，以及071型船坞登陆舰等，但真正服役的也就寥寥数艘。按解放军自家的测算，靠现有军舰一次运兵上岸的人数，可能连一个满编师都不足，大概只能运几万人。台湾现役军力有10几万，再加上战时动员的数十万后备部队，如果解放军登陆首波兵力太少，登陆场立足未稳，就会被守军各个击破。可是要一次投入足够多的部队上岸，运输船只又远远不够。中国可以征用民用大型滚装船、货柜船来运兵运车，但民船毕竟不是军舰，缺乏装甲防护，且装卸设备不适合战场。民用轮船庞大笨重，一旦靠岸就必须靠港口码头才能快速卸载。如果码头被台湾摧毁或封锁，民船上的坦克装甲车难以顺利登陆。而且民船一旦进入战争前线，就是绝佳的攻击目标，岸防飞弹和潜艇鱼雷很容易锁定这些庞然大物。一旦击沉一艘，船上数千名士兵和大量装备将随波涛葬送。试问，连专门设计用来登陆作战的军舰都脆弱难保，这些临时凑数的民用运输船哪堪一击？如果说解放军真把宝压在民船身上，那无异于将几万大军置于火海之中，让他们乘坐浮动棺材渡海送死。工程师透露，在内部推演中，有一项数据令与会者倒吸凉气。按照台湾现有的反舰武器命中率估算，解放军首批渡海船团
可能在半途和登陆时期损失过半。这种伤亡对任何军队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这只是战争的开端。更棘手的是后勤补给难题，攻打台湾不会像演习1-2天就结束，而可能拖成数周乃至数月的消耗战。解放军即使前波人员上了岸，还需要源源不断地运去第2波、第3波增援，还有大量弹药、燃料、食品、医疗等补给品。然而，台湾海峡将成为一道生死线，台湾守军和可能介入的盟军势必死命切断这条补给线。只要登陆部队断了弹药和粮秣，再精锐的部队也撑不下去。解放军的坦克车辆需要油料，士兵需要食物药品。如果运输船一批批被击沉，登陆上岸的部队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被拖垮在滩头或山区。这位总工程师甚至直言，台湾海峡对解放军来说将会变成一条绞肉机走廊，每增派一批部队渡海，都可能有去无回。填进去的兵力越多，损失越大，最后反而让中国精锐部队大量折损在海峡中。如此一来，中国整个国防力量在消耗战中被掏空，国力元气大伤。即便勉强占领了台湾的一角，也是杀敌1万自损8000，陷入无力控制全局的被动局面。第四，台湾自身的防御意志与实力也远比某些人想象的强悍。工程师强调，不要把台湾误看成所谓唾手可得的软柿子。近些年，台湾在国际支持下大力加强所谓刺猬战略，就是让自己浑身是刺，谁碰谁受伤。台军虽然总兵力和武器数量不及解放军，但胜在专守防御，以逸待劳对抗千里来攻。在武器装备上，台湾持续引进先进防御系统，例如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高性能的预警雷以及各式反装甲和反舰武器，同时也自行研制了一系列高效武器。雄风系列反舰飞弹部署在机动发射车上，可以躲避敌方侦察，在关键时刻突然现身，给予登陆舰致命一击。天弓系列防空飞弹组成多层次的防空网，加上西方提供的毒刺便携防空飞弹，让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战机难以在低空肆意攻击。还有新服役的远程精确火箭炮和暗制鱼叉反舰飞弹，可以在解放军船团靠近时就予以打击。此外，台湾也在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例如自行研发攻击无人机，设置沿海的水雷阵等，以小博大，专打对手弱点。台湾在人力上也做好了准备。过去台湾实施募兵制导致兵源有限，近年面对威胁，台湾已经将义务兵服役期延长到1年，并强化后备军人的训练。战时台湾预计可动员数十万后备部队，配发轻型武器，投入城市和乡村的防御作战。千万别小看这些平日隐于民间的力量，一旦战火降临，他们将保卫自己的家园，战斗意志毫不逊于职业军人。参考乌克兰的经验，普通民众在家园被侵略时也会奋起抵抗，甚至组织游击队骚扰占领军。台湾地形复杂，人民具有高度教育水准，民防意识渐增。如果解放军陷入持久占领，等着他们的将是难以终结的全民抵抗。正如这位工程师警告的，即使解放军的旗帜插上了台湾的一处滩头，也无法让台湾人民屈服，反而会激起更猛烈的反抗。到那时，中国将面对的不仅是一支正规军，而是一整个不甘被征服的岛屿人口。他们可能在每一条街巷暗中埋设简易爆炸装置，在每一座山头埋伏狙击手，让侵略者彻夜难眠，疲惫不堪。这样的消耗战将像无底洞一样吞噬中国的人力和士气。第五，更大的风险在于国际干预和全球反制。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台湾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事，它攸关整个亚太战略格局。这位总工程师强调了一个容易被部分激进人士忽视的现实：美国及其盟友绝不可能对台湾之战坐视不理。美国长期以来与台湾虽无正式军事同盟，但台湾关系法等政策早已暗含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尤其近些年来，台海局势紧张，使美日同盟高度警觉。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包括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第7舰队，旗下拥有如里根号航空母舰等主力战斗群，以及关岛的远程轰炸机基地等。一旦台湾有事，
美军可在数十小时内赶赴周边海域。日本作为紧邻台湾的盟友，也极可能参与防卫行动。日本南部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不到110公里，日本高层多次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见其态度。届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战机乃至潜艇都可能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下投入行动，这意味着中国若攻台，实际上等同于向美日同盟宣战。以中国目前的军力，单独对付台湾或许有某些优势，但如果对手换成美国这样的超级军事强国，再加上日本高度现代化的自卫队，中国将陷入极其不利的态势。我们不妨展望一下可能的干预情境。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美军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可搭载数十架先进战机，在战场周边建立制空权，甚至不必冒险直接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美军航母可以在第一岛链外机动，让舰载机发挥作用。同时，美军的攻击型核潜艇部队战力惊人，这些潜艇隐蔽巡航在深海，很难被中国发现，却突然现身于中国舰队路线上，发射致命鱼雷和巡航飞弹。解放军海军目前在反潜作战领域相对薄弱，一旦美日潜艇自由出没，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舰队随时有被偷袭重创的危险。更别提美军还有隐形战机，如 F-35、F-22 和长程轰炸机，如 B-2 幽灵，可以从远距投射精确打击，摧毁解放军的指挥中心、雷达站和后勤基地。而日本也在加紧部署反舰飞弹和防空系统于琉球群岛。一旦开战，宫古海峡以西的广阔海域将有多重火力网拦截中国舰艇。工程师透露，解放军内部沙盘推演对此有清醒认识。如果美日联手介入，解放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头顶上有美军战机导弹，脚下海中有盟军潜艇鱼雷，正面还要硬汉固守家园的台湾军民，实在是九死一生。当然，中国不是毫无反制之力。解放军近年来发展了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装备了大量远程导弹，企图把美军挡在远海。例如，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号称专门用来打击美军大型舰艇。还有射程覆盖第一岛链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各式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对美日基地实施打击。解放军也建构了重叠的防空网和反导系统，试图保护沿海重要目标。在网络和太空领域，中国可能对台湾和美军实施网络攻击、干扰通信甚至反卫星行动，以削弱对方的情报和指挥能力。然而，这位总工程师对此也有清醒的评估，这些所谓手检武器固然先进，但实战效果充满不确定。以反舰弹道导弹为例，它需要精确的目标指引才能命中在大洋高速机动的航母，而美军拥有强大的电子战和诱饵干扰能力，战时绝不会坐以待毙等着导弹落下。而且，美军完全可以选择更灵活的战法，不让昂贵的航母硬闯导弹圈，比如改用潜艇、远程导弹、空中无人机蜂群等来打击解放军。中国的侦察卫星和雷达也将面临电磁压制，一旦眼睛被抹黑，再厉害的导弹也打不到看不见的目标。工程师进一步透露，解放军内部其实对抗美作战有相当保留。一些机密推演显示，若与美军在台海直接冲突，中国海空军可能在1-2周内损失殆尽。空军现代化战机虽多，但缺乏足够的飞行员实战经验和空中预警加油支援，在美日联队夹击下存活率不高。海军主力舰艇从驱逐舰到两栖船团会被美日潜艇和反舰飞弹大量猎杀，可能陷入出港即遭伏击的悲惨境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等大型舰只在高强度冲突中极其脆弱。美军在冷战以来发展出完整的猎杀大舰战法，中国新服役的航母虽是大国象征，但战时很可能沦为敌方重点打击目标。一旦中国的几艘航母被击沉，那不仅是巨额国力投入的损失，更是心理和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毕竟，航母沉没是无法向国民隐瞒的大事件，将严重动摇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第六，经济与战略后果将使中国陷入长远的灾难。假如中国执意动武，哪怕不考虑战场上的胜负，单就经济和国际政治后果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一场攻台战争几乎肯定引发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工程师特别点出了中国经济的命门。中国经过数十年融入世界，经济对外贸依存度极高，能源和粮食供应线尤其脆弱。以石油为例，中国每天消耗的原油有将近3%依靠进口，而且主要通过海运运输。一旦战争爆发，美军海军很可能在马六甲海峡等关键节点实施封锁，切断中国的海上能源生命线。即使中国向俄罗斯等陆路进口一些石油，也远不足弥补海上供应的巨大缺口。中国虽建立了一定的石油战略储备，但据外界估计，大约也只能支撑2-3个月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战事一拖久，中国的工厂、交通，甚至军队、坦克都将面临燃料短缺的窘境。除了能源，关键的芯片、电子元件、高端机械设备等等，平时大量依赖进口。一旦打仗，西方国家必然停止对华出口，先进技术和零部件，国内库存用尽后，高科技产业将陷入瘫痪。反观台湾这边，虽然战火会重创台湾经济，但国际社会势必对台湾给予重建援助，而中国若沦为侵略者，将遭遇长期的贸易封锁和科技隔绝，几十年辛苦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国际政治上，侵略台湾将把中国推上全球对立面。现的世界，没有哪个主要国家会公然支持用武力吞并台湾，即便平时与北京交好的国家，在大是大非前也难以力挺侵略行为。欧美日澳等民主国家自不必说，印度、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也会因安全忧虑而站在对立面加强军备，邻国的敌意和防范将空前提高。就连中国仅有的几个伙伴，比如俄罗斯，恐怕也爱莫能助。俄国自身在国际制裁下泥菩萨过江，哪里有余力帮中国打破封锁？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会趁中国自顾不暇时伺机而动。例如，印度可能加强在边境施压，开辟第二战线牵制中国。那么多年经营的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也将因中国成了侵略者而大打折扣。许多合作国家会疏远甚至倒戈。在如此内外交困之下，中国执政当局将承受极大压力，国内经济滑坡和人民生活困难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动摇政权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阿根廷军政府因发动马岛战争失败垮台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这位工程师据悉也在报告中警告高层，贸然开战的后果很可能是政权不保。假如侵台战事陷入僵局或惨败，一向以民族主义凝聚民心的当权者将无法向亿万国人交代，到时民心崩溃，政治清算接踵而来，执政者将自食苦果。听到这里，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中国领导层难道会不清楚上述种种困难与风险吗？其实，理性的军事专家和决策者不可能没看到这幅图景。事实上，工程师透露，中国军方内部进行的多次模拟推演，结果都极不乐观。每一次的结局，不是登陆受挫，就是僵持数周后国际介入导致中国战败。据传，在某次高层军事演习推演中，红方解放军即使投入比台湾多数倍的兵力，仍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完全控制台湾，反而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伤亡。模拟到后期，红方登陆兵力几近耗尽，海军主力舰队损失过半，美日联军开始反攻，红方只得含恨按下核按钮，做最后疯狂演习导调组。把剧本推演到这一步时，全场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明白，那意味着一场核大战和文明毁灭的开始。没错，攻台战争一旦打响，就有滑向核战的可怕可能，而这几乎等同于世界末日。这样的推演结果，让不少清醒的中国军官背后冒冷汗。他们终于理解那位总工程师所言，自寻死路绝非夸张渲染，从战场到国家存亡，条条都是死局。既然如此，为何还会有人鼓吹武力犯台的冒险？这恐怕涉及政治层面的误判与冒进。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内部存在某些鹰派，他们过度自信于纸面上的军力增长，加上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弄，使领导层产生一种现在军力足够，不妨速战速决的错觉。然而，正如这位勇敢的工程师揭示的，中看未必中用，外强可能中干。解放军虽然装备精良于往昔，但真正的现代化军队
不仅看装备，更看实战经验、联合作战能力以及整体国力的支撑。中国军队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就再没有打过大型战争，近半个世纪无实战经验。反观潜在对手，美军历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东反恐战争等多次实战洗礼，日军也与美军长期联训高度协同，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此外，现代战争瞬息万变，信息战、电磁战、后勤战，每一环都是大考验。战争不是看谁武器数字多就赢，任何一个薄弱点都可能被对手抓住，撕开口子。工程师直言，解放军内部装备部门和战研部门的人其实心里有本账，武器装备有长进没错，但要实现对台快速必胜，种种关键环节仍未有把握。他举例说，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近年才建立，许多军种间协同演练不够，后勤补给、远海投送能力刚起步，缺口明显，对付隐形战机和潜艇的手段依然不足等等。这些弱点在和平时期或许可以掩盖，但在实战中将被无情放大。说到这，我们再回到故事的主角，那位无名的中国武器总工程师。他揭露这一切是希望能唤醒决策者的理性，拉住冲动的战车。在爆料的最后，他满怀忧虑地写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穷二白的时代，完全没必要以玉石俱焚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任何好战之举都可能让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如果我们真正爱这个国家，就不应将成千上万的青年送上没有胜算的战场，更不应让国家承受灭顶之灾。这番掏心掏肺的劝诫字字沉重，然而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国内舆论场却难以公开出现。我们不知道这位工程师最终的下场如何，或许他已被当局盯上，不得不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或许他只是千千万万理性爱国者中的一员，他的想法正在军中和智库内部悄然传播，成为决策者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意见。在铁幕背后，也许有更多清醒的中国人明白这场战争的凶险，只是他们的声音一时难以传出。无论如何，这场惊险爆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明确的，武力攻台将是一条充满灾难的道路，它不仅伤害台湾，也将令中国自己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正如那位工程师警告的，这样的战争将让中国自寻死路，实在得不偿失。我们希望这份勇敢谏言能传递到更多人耳中，包括那些决策高层。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才是真正对两岸人民、对整个亚太地区负责的态度。毕竟，历史无数次证明了，好战者必自食恶果。当理性的声音压过冲动，当和平的呼声取代仇，也许悲剧就能避免。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两岸能以对话代替对抗，让这位工程师冒死留下的忠告，成为避免灾难的转折点，而非事后痛彻心扉的遗言。